大家好，我是小玉。窗户上面挂一把小香葱，作用真的是太厉害了，好多人都不懂到底有什么作用。今天就给大家详细说一下。小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到的一种食材，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吧。它的用处也非常的多，但要说把它挂到窗台上，到底有什么作用？相信很多朋友从来都没听说过，更不知道有什么用。现在知道还不晚，赶紧跟着视频一起来学一学吧。首先我们准备一把小葱，那么如果你家的小葱和我家的小葱一样，上面有一点点腐烂掉的叶子的话，一定要把这个腐烂掉的叶子给它全部清理掉。小葱是非常常见到的一种蔬菜，也可以说是一种调味品，在很多菜里面我们都会用到它，比如说做蘸酱的时候，做料汁的时候，炒菜煲汤的时候，都会用到它。但是我们发现小葱买回家之后不易保存，放上2-3天，上面的叶子就开始出现腐烂变质。在很多人看来，小葱除了是一种蔬菜，一种调味品之外，基本上就没什么用处了。如果你是这么想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像小葱，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的神奇用处，比如说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把它挂在窗户上，就有特别棒的用处，一年下来还能节省上百块呢。我们现在再把葱叶处也给它掐一掐，不好的叶子、烂掉的叶子给它掐掉，因为像这种烂掉的叶子，它会发出腐臭的味道，这种气味让人非常难以接受。摘干净的小葱不用洗，洗了之后它上面就会有一层水分，那样反而不好了。我们只需要用纸巾把上面还有一些泥土的地方给它擦一擦。葱叶处也是一样的，尽量保持小葱的表面是一个干燥的情况，因为我们当时买的这个小葱是农民伯伯刚从地里面拔出来的，所以说上面还带着大量的泥土，非常的新鲜。多余的泥土擦干净后，现在就可以用了。那么到底怎么用呢？我们先把小葱的根部一根一根的全部对齐，小葱根部的根须也不要去掉了，就让它留在上面。现在我们把上面的葱叶掐下来，把葱的根部先放在一旁，掐下来的葱叶，现在用剪刀把它剪成大概2到3公分的这种小段。在剪的时候，你就能闻到特别浓郁的小香葱的这种香味，闻起来就沁人心脾。全部剪成这种小段后，先把小葱段放在一旁，咱们再准备一个口罩。这个口罩大家都不陌生吧？它的用处非常多，我不说大家都非常的懂。现在我们把这个口罩随便从哪一端将它剪下一块来，口罩具有很好的防护作用，可以隔离粉尘还有细菌等等。我们把它剪开后，这面就可以完全打开了。这个时候我们把它翻一个面，然后把里面的这一层无纺布撕下来，不要撕下来的无纺布也不要直接扔掉了，可以用来擦鞋擦眼镜都非常的好用，因为它非常的柔软，而且具有很好的摩擦力，不管是用来擦眼镜还是擦鞋子，都能擦得非常干净。接着再把口罩翻过来，现在在这个地方再剪一个口子，从这个位置剪上一个小孔，这时候就可以把里面的这个塑料胶环取出来了。里面的塑料胶环主要是固定在咱们鼻梁上，主要是起到一个固定作用的。取出来之后就把它扔掉，不要了。现在我们把刚才剪好的葱段全部装进这个口罩中，装好之后，现在用刚才剪下来的这个挂耳绳
将其进行收口。这个口罩不仅具有很好的防护作用，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它两面是非常薄的，透气性也特别强。把葱装在里面的时候，葱的香气还有它的有效物质可以很好的被释放出来。这样做好之后，咱们就可以把它挂到窗户窗台上了。那么到底有什么作用呢？咱们的小葱平时闻起来是不是特别的香？当我们把小葱挂在窗户窗台旁边的时候，那么太阳一照一晒，里面的有效物质就会释放出来。这个时候家里面的一些小黑蚊、一些蚊蝇闻到这个气味就会避而远之，再也不敢靠近。为什么要挂在窗户边呢？这是因为现在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家里面经常出现一些特别小的小黑蚊，以及一些小蚊蝇，而它们最重要的出入口就是咱们的窗户。此时我们把小葱挂在窗户边，它们就不敢轻易靠近了，自然就会避而远之。尤其是这个小葱被经过太阳长时间的晾晒之后，里面的挥发油和大量的大蒜素就可以更好的被释放出来了。据说这两种物质可以抵御细菌，而且咱们的鼻子经常闻异闻，这两种物质对身体也非常的有好处，而它散发出来的刺激性气味对蚊虫又具有很好的驱赶作用，小蚊虫和小蚊蝇闻到都不敢轻易靠近，所以把它挂在窗户边，用处超级棒。除了可以直接把这个葱叶挂在上面之外，对于家里面没有口罩的朋友来说，可以用第二个方法，直接取一个家里面的绳子，不管什么样的绳子都可以用，你觉得什么绳子比较好用，就用什么绳子。绳子找好之后，我们把小葱给它绑起来，绑住小葱的根部即可。像这样绑好之后，我们就可以用了。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挂在窗户或者是窗台上，这也是同样的道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阿姨或者是奶奶辈的人经常在窗户或者是窗台旁边放上一把小洋葱的原因所在了。挂上它之后，咱们夏天就可以随随便便的开窗户了，再也不用担心各种蚊虫了。那么今天主要给大家分享了咱们小香葱挂到窗台上的一些用处，不仅可以直接挂，还可以把它做成这种的小香葱包来用。大家可以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用法。我们挂上1天之后，里面的这个葱花依然可以用来炒菜、拌菜煲汤哦，一点也不会影响到第二次使用。所以说和我们家有同样烦恼的朋友，赶紧试试把小香葱挂在窗台上吧。那么本期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